哪来的？好徒弟，咱们到了。我操！师傅，这就是咱天下第一仙宗的山门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你还小，莫要着了相。我懂了，师傅，是不是其实里面内有乾坤？我看《天山修仙传》里就是这样写的，一扇货门打开，里面就是金碧辉煌。这就是内有乾坤，这分明就是一个没人上香的破庙，还没乞丐住的地方好。以后不要看那些凡夫俗子写的话本了，容易把脑子看傻。等等师傅把神像的侧面木板给你拆下来当床。这庙可够宽敞，你想睡哪儿都行。师傅，修仙不是这样的吧？别的仙门不都是金碧辉煌，什么高耸如云的山峰之上悬浮着浮华的宫殿吗？你亲眼见过，还是听哪位道友说的？话本里不都这么写吗？你也知道那是话本，只要能修成仙，那就是修的一手好仙。凡夫俗子那些人懂什么修仙？知道什么是大道至简吗？但这也太简了吧！少说废话，你修不修吧？修。那还不快来磕头拜师？算了，破庙就破庙吧，总比回家嫁给王尚书家那个连吃饭都要人喂的二傻子强。师傅在上，受弟子许灵威一拜。这是系统。完成新手任务，招收徒弟1名，奖励发放无暇金丹，检测许灵威，灵根为单属性水灵根，发放教材无上太阴真玄灵水心经。3年啊，整整3年，我以筑基期的修为一路苟着走遍了南诏国。才收到了第1位资质足够的徒弟啊！看看这词条，真是不负枉费我一番苦心。这新手任务总算是完成了，终于一口气叹息了。师傅，你这是……收了你这个爱徒，太开心了。体内意志的修为不小心泄露了一点。好了，你不用跪了，起来吧。那其他同门呢？作为南诏国第一宗门，想来师傅所收弟子不少吧？他们人呢？目前就你一个。啊，师傅你这……为师走的是精英路线，只收有缘仙苗，从来不收歪瓜裂枣。那这宗门也能叫做南诏国第一宗门？你师傅我一个人能横推南诏国，怎么就不能叫南诏国第一宗门？完了，果然该信娘亲的话，长得帅的男人说话就是不靠谱。要不是他确实为了我和尚书一家敌对，我真觉得自己遇见骗子了，要么就是神经病。师傅，您可别骗我。你就修这本，修了你就知道你师傅有没有骗你。水心经？哪家顶级仙法叫水心经的？这也太水了吧！这破书丢街上，估计都得被人拿去烧柴。要是修炼起来，不会走火入魔吧？师傅，要不换一本吧？胡闹！此乃系统，此乃天地大道为你水灵根量身定制的无上修行功法，大仙门求都求不来。能让你修你就偷着乐吧，还敢挑三拣四。唉，不换就不换嘛，那么凶干嘛？我也想给你换啊，可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。为师全是让他就这一本破功法呀，不练这个练什么？师傅，大晚上不睡觉做什么？破庙门口漏风，我冷。
起来走2步，不冷了再去睡。那不是躺一会儿又冷了？跟你说了，那本心法叫《无上太阴真玄灵水心经》，你大胆练就完了，练气3、4层左右，你就不会冷了。干，死就死，自己选的师傅，含着泪也要修下去。本座碧婆真君，该心法是真仙境独家绝学。真仙心法，本座浊浪真君，碧婆真君写的真水，本座已修改，效果更猛，大家放心修炼。哇，还有大能贴心修改。本座怒海真君，上面2个都是废物，误人子弟，本座已改。怎么又是修改？怎么还是修改啊？我这修炼前途渺茫啊！本座天河帝君，别他妈再改了，又菜又爱乱写，老子差点修得走火入魔。此版本经我修改是最终版本，无毒放心修炼。再嘱咐一句，别他妈再改了！师傅，我走火入魔了，你来得及救我吗？放心修就完了，不会走火入魔。师傅还能害你不成？师傅，这本真不是你从路边淘来的吗？你不是看了吗？你觉得路边上能淘到这种心法？谁家路边摊能买到被17个大能互喷、改了17个版本的神仙涂鸦本啊？这绝对是绝胆好吗？作假连墨水钱都赚不回来。唉，师傅，我真修了，你替我护法啊！大徒弟许灵威已突破至炼气2层，返回100%修为。这就炼气2层了，这仙苗居然恐怖如斯！妈的，不愧是带着天才子脚的人，好羡慕啊！算了，起码不用担心被这丫头超过了。我永远领先她1个金丹的水平，优势在我，接着睡。师傅，我1个晚上就炼气5层了。做得很好。师傅，我饿了1整天了，这里也没吃的，怎么办啊？自己去外面抓点野雁啊！你都炼气5层了，总不能连只野雁都打不过吧？哈哈，记得留2个雁腿给为师。死燕子，本小姐早晚把你清蒸、红烧、烧烤、炖汤。兔兔这么可爱，不能吃，可是我的肚子更可怜，不是吗？让你出去打个野，怎么看上去被野打了？野雁都站在树上，哪有那么好抓？太瘦了，下次抓肥一点的，肥一点烤起来好吃。哦，不用露出这副表情，等为师给你露一手。
神仙法宝，居然用来装大蒜和葱。这是你第一次打野，最绝的爆辣兔头让给你了，左边红烧，右边蒜香。兔兔那么可爱，吃它的肉肉已经是极限了，怎么能吃头呢？作为大家闺秀，我绝对不要吃头。你真不吃？你不吃我吃了啊！吃。真香。可恶，都怪师傅，我的底线没有了。师傅，我在炼气9层卡了好久了。多练遍就上去了。师傅，我看人家画本里卡修为境界的时候，不都有什么灵丹妙药、千年灵植之类的辅助突破吗？咱们作为南诏国第一宗门，师傅您作为绝世大能，肯定有不少好丹药吧？笑死了，自己哪里有丹药？要不是收了你这个徒弟，我自己都还在筑基期呢。不过，倒也不是真没办法。这南诏国处于偏僻之地，不是元州那种金丹满地走的情况。在这穷乡僻壤，金丹修为其实已经能被称作老祖了。如今老子再怎么样也是一个无暇金丹，以前不敢做的事，如今未必不能做。快吃，吃完带你去我们宗门药田，弄点灵植给你吃。咱们宗门还有药田？这荒郊野岭的，我逛了一整圈都没瞧见，哪里有田？这破地方又没灵脉，你以为灵植是大萝卜？哼，随便挖个坑往里一埋就成了。原来我们宗门真的不只是有个破庙，原来咱们还有灵田等固定资产。看样子咱们宗门其实并不算恐穷嘛。师傅，我饱了，咱们快走。师傅，咱们宗门的灵田也太偏僻了吧，都走了1个时辰了。灵脉嘛，都这样。快到了。哇，还真是灵田啊！师傅，你在干嘛？小声一点，别吵醒里面睡觉的好兄弟。快进去，看见什么拿什么。自家灵田不用客气。哪个正经宗门会自己家药田还要揉个洞钻进去的？啊，还要趁别人睡觉偷？不对，拿！师傅，你这是在带我犯罪啊！快点，别耽误时辰。
修仙世界尔虞我诈，修仙肯定是这样的。干了！这个亮，拔了。那个更亮，拿回去当灯用也行，拔了。你真是一点都不客气啊！府地里少了一大片药材，尤其是几根掌门急需的药材，居然被连根拔起，连一根须都没留。哪家缺心眼的贼，连扶阳的药材都偷？你跟掌门一样都不行吗？有贼！快来人啊！有贼啊！师傅，抓稳了。哪个天杀的要偷本掌门好不容易集齐的仙草啊！红鸾，本座对不起你呀！师傅，咱们应该不会被逮到吧？不会，刚刚师傅已经布下8道一阵，稳得一批。师傅，你经常这么干？不经常干，只是那宗门掌门之前跟为师有过节，今天拔他几根草，就算平账了。师傅，什么过节？那掌门有个道侣，长得不错，品行一般般，但奈何掌门爱得深沉。后来道侣看上师傅无双的气质，多次勾引未遂，却被掌门发现。我跟掌门解释，说被勾搭不止我一个，他的大弟子也和道侣有一腿。但他听了之后，脸和煤炭成精似的。随后我就被那条老狗追了3天3夜。这丫头脑子里在想什么？怎么尽挑这种大补的壮阳草拔？这玩意儿我吃了不怕爆体而亡吗？师傅，人家炼丹不都是用刻着阵法、冒着仙气的青铜炼丹炉吗？大道至简，真正的炼丹宗师，飞花摘叶皆可入药，一口铁锅足以熔炼天地精华。张嘴巴，好徒弟。师傅，你确定这玩意儿能吃？要不是直接吃效果太差，
为师还懒得跟你练，赶快张嘴，吃完去突破筑基。修仙为什么这么苦啊？新手任务有2个，一个是招收合格徒弟，另一个是徒弟筑基。等他筑基就能拿到神通，解锁正式任务。可是，谁家新手任务要熬3年多才能完成啊？那本《水心经》虽然看得人眼花，但不愧是帝君出品，路子是完美筑基。毕竟根基不稳，怎能成仙？唯有体内混元饱满，神态清灵，才能水到渠成的筑基。作为上等仙苗，修炼进度虽然快，但是基础还是夯实的。毕竟是自个儿收的第一个徒弟，又怎么会真的不上心？稳了。大弟子许灵威已突破筑基期，奖励发放：神通覆海天极剑诀。发布正式任务，招收合格弟子达到2名，奖励聚灵法阵。正式任务2，招收合格弟子达到3名，奖励真武大殿。主线任务倒还算在意料之内，但这合格的徒弟哪里是那么好找的呀？师父，为什么用这个眼神看我？我体内正常无比啊，那是怎么了？筑基方式不对，仔细观察了好几次都没发现问题，完了，发现不了问题才是最严重的问题。师父，我是不是要完了？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话？这是神通，是修士最后底牌，好好练。自己这么飘逸好看，干干净净，没有被乱七八糟的大能涂改，终于有一本正常的功法了。师父，既然是剑法，那你有剑吗？没事多练练，坏了，师傅给你弄把新的，管够。门口都是树。我以为我筑基了就能过上好日子，原来修仙真的是来做苦力的。唉，新手任务还差1个人，这仙苗徒弟上哪儿找去呢？这荒山野岭的，总不能天上直接掉下来一个吧？翻过这个陡坡就到南柯寺了。昔日的背叛，昔日的血海深仇，今世我必定要血债血偿。上一世自己资质普通，拜入太殿门，受尽屈辱，好不容易获得至宝翻身，从南疆一路冲到大千元州，即使在天才聚集之地的元州，也能被称作天骄。只可惜，年轻不懂事的自己，却被可恶的魔门妖女骗到什么都不剩，就连修成的元婴都被魔门妖女吸干。最可恨的是，那个魔门妖女手都没让我牵到一下，真他妈该死！既然给了自己再次重生的机会，这一世心中无女人。
女人？等等，这剑法是神通，一个筑基期的少女，居然在用神通级别的剑法，这绝不是普通人。难道是元州哪个隐世仙门的真传弟子在这里历练？那必定有绝世大能在暗中护道。我来早了，机缘碰不得，得赶紧走。你是谁派来的？是南诏国尚书，还是领虚宗门发现了我们的踪迹？我不认识你说的那些人。那你鬼鬼祟祟来这儿做什么？肯定是我们门派已经声名远播，这位青年才俊是慕名而来，想加入我们宗门的吧？师傅，我觉得是不是不太可能？就咱们宗门这破样，说出去谁信啊？目标独孤红，修为炼气2层，金色词条重生者，紫色词条杀伐果断，蓝色词条重情重义。重生者，这妥妥的是极品主角模板了。这徒弟，我收定了。敢问这位前辈，宗门尊号？宗门名曰天道盟。天道盟，竟然敢以天道为名！这绝对是元州最顶级的隐世仙门，在下只是路过，无意打扰，这就……慢着，你身上有因果的味道，这是时间。他看破了世界因果，他知道我是重生者，这是什么修为？化神还是渡劫？小子，身上背着大因果，可说不清是好是坏。时间是洪流，是大势，是定律，逆流而上，要么粉身碎骨，要么名扬天下。不管粉身碎骨还是名天下，在下这辈子已经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了。罢了，也算你与我有缘，可愿拜入我门下。感谢前辈高抬贵手，只是小子不习惯宗门束缚。还望海涵，你终究太小看天道宗了。你以为的至宝，在我们眼里也只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罢了。你进去拿属于你的机缘吧。只可惜你目光短浅，不识得什么才是真机缘。林威，放他进去。怎么回事？记忆中的那块千年古玉呢？别瞎找了，你找的东西被我拿去垫桌脚了。多谢前辈赐宝。师傅，你就这样让他走了？林威，你在家好好练剑，为师下山去盯紧这小子，找个机会把名分定下来。有了这千年古玉，我必能重塑根基。先找个客栈落脚，将其炼化。这地方的饭菜也不过如此。二种子，徒已先来了。太医门，真是晦气。你小子是不是被挂在红名榜上的独孤红？没有筑基期，3位炼气3层，1位炼气4层，太医门带队师兄炼气5层。如果不杀了他们逃遁，被一直追击必死无疑。先动手先爽，
后动手挨打，擒贼先擒王。区炼气2层的废物，怎么能懂炼气5层的境界？太医门2长老，金丹重气修为。停手，给在下一个面子。这位道友是？此人是我太医门叛徒，更伤我门人。道友，于情于理，你不该拦我才是。道友，我也不想以势压人，不过此人与我有些机缘，能否饶他一命？我能做出赔偿。就如此饶过他，我太医门在外可一点威信力都没了。饶过我？自我进你太医门做外门弟子开始，你们可曾把我当做弟子看待？入门3年，挖了3年灵矿。当年从我村子一同招募的弟子一共17人，活的就只剩下我一个。饶过我就是不让我挖矿，却让我去宗门那片内门弟子都不敢去的野林里去挖灵植吗？叛徒，居然还敢造谣我太医门！我以为太医门算什么名门正派，这样看来不过是吸人血的虫子罢了。我元州天道盟岂能和你同流合污？现在你这条老狗，要么就夹着尾巴滚回去，要么今天就把你狗头拧下来当球踢。小杂毛，我太医门做事还轮不到你来评价。仗着神通就敢狂言犬吠，老子这一生叱咤南疆，还怕了你不成？怎么，你这把老骨头想要早点入土了？今天我天道盟就代行天道，除恶扬善。这不可能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来得好！老狗，就你这点手段，还跑出来丢人现眼，我不介意现在就送你归西。别，前辈，留我这老狗一条烂命。来日，我定然会报答前辈的。我们宗门老祖是元婴大能，杀了我这个废人，
只会坏了前辈的修行路啊！道友，还请手下留情，莫要触犯了城主律法。本地江仍主可是元婴中期的修为，既然镇妖司司长跑来站台了，现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确实没法下手了。要是真把城主引出来，我这无暇金丹可不够看的。在下也是迫不得已，只为出手救人。既然司长说了，便到此为止吧。师傅，就算人家不答应，那你也不用把人打成重伤带回来吧？你可真懂为师风格啊！回头这种事儿叫你做好了。师傅，这种事我没经验，没做好你可不能怪我。我不是被前辈打伤的，这位仙子别误会。这丫头古灵精怪的，喜欢骗人，她忽悠你玩呢。情况确实不太乐观，五脏六腑都已受到重创，经脉更是被强大灵力冲击得千疮百孔。不愧是重生者，真硬汉。小子挺能扛啊！徒弟，起锅炼丹。哼，大手之。一股不好的念头，该不会这是拿来吞服的吧？这就是一团绿不拉几的水团罢了，这哪里像个丹了？也没听过谁加上炼药用锅炼的。真正的汉子可以面对流血疼痛，但绝对不能面对加了尸的锅吧？来，张嘴，我炼丹水准尚可，吞下这个保你平安无事。大不了正面还他罢了。毕竟良药苦口，忍忍就过去了。师傅，你这可不是忍忍就能过去的。我看你这神通你也出窥门了，感觉如何？是挺厉害的，就是有些难。你这才修了几天就学会了，这也叫难？不愧是有天才词条的大徒弟，当着师傅的面表演凡尔赛。那锅绿不拉里跟猪食一样的药液，虽然味道极其恶劣，但体内的灼烧感和经脉的刺痛感居然全部退下去了。这效果甚至比我前世见过的顶级疗伤丹药还要强。不得不说，长相如此好看的仙子，啃起兔头来竟然是这个架势，确实挺让人印象深刻的。吃吧，这野兔又没卖身契。不是的，只是前辈的救命之恩，在下还未报答。不用解释，你现在一穷二白，不说你的命是我师父救的，就连你最为依靠的机缘都是我师父让给你的。你总觉得我们天道盟打算忽悠你，可你扪心自问，你也配？我师尊愿意收你为徒，是你的荣幸。我不明白师尊看中了你什么，但就我个人而言，以你的资质，不配进我们天道盟。其实并非是在下不识好歹，只不过在下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没法长久待在宗门，要不然早就答应前辈了。我也懂前辈并非看上我什么，而是也想救我一命，才说收我为徒。一般的宗门确实喜欢捆绑弟子，但我们天道盟不同，只要心系宗门，天涯海角都可去也。他的潜台词我听懂了，只要名义上心系宗门，去哪儿都行。生一世有恩必报是我的准则，这有些大能的手段通天，拜师或许才是真正无上机缘。要是往后发现是个垃圾宗门，大不了找个机会再跑一次。师傅在上，受徒弟一拜。收徒成功，二徒弟独孤红发放功法，派出血炼，请配合天魔道体使用。太爽了！二徒弟绑到手，巨灵阵法到手，这下终于要起飞了！我操，这野兔绝对是我2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野兔，果然越贵的野兔越好吃。我怎么总有一种吃了个野兔，把自己给卖了的感觉？喜欢吃就多吃点。是师傅。作为师父第2名弟子，
你得好好加油才行。必然不会让大师姐失望。新的小师弟还是很上道的嘛，以后就关照一下。毕竟出去一天就差点连命都没了，想来不太聪明。也不知道师傅看上他哪一点，估计是宗门太缺人啦。师傅，怎么了？师傅，你没事吧？为师能有什么事？没事的话，你刚刚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开心。哦，刚刚只是在研究你师弟的修行功法。师傅，不用，我有自己的修行功法。没事，你先看看这本功法如何。如果你觉得不行，再修你自己的也可以。很普通的纸张，是踏板吗？不过踏板怎么会有这种血腥味？师弟，修仙功法嘛，改很多版是正常，字迹有些模糊不清也是正常的。放心大胆练。师姐，我们天道盟是邪修。邪修？你在瞎说什么？我们修的都是正道心法，哪来什么邪修？就看这两眼，也比我那本全是涂鸦的水心经看上去强多了，不是？字迹清晰，笔力苍劲，还是个书法大家，写的也极为工整。这书能咋了？妈的，哪家修炼功法这么血腥的？师姐，师姐困了，先去睡了，你自己找个地方躺着休息吧。那本书不是邪修功法。修炼筑基期时，先杀1000血石，拆解肢体，熔炼根骨。师傅，你对邪修的定义是不是有点太低了？血石又不代表着非得是人，就我们十里坡树里找几只未开灵智的妖兽凑数就行。如果师傅说的正确，妖兽也能平替的话，这功法威力效果其实远比上一世我修的功法强，而且非常适配我融合千年古玉后的天魔道体。反正练气息的时候就得用血石修炼，等炼化了古玉我就试试，万一不对劲，大不了不修了。这口系统奖励的聚灵法阵就是个破图纸，这让我怎么搞？系统奖励的聚灵法阵，并不是提取之后想放哪儿就放哪儿，不消耗材料也不用动手，这玩意儿真就只是单纯的图纸。图纸的用处只是细心的告诉你怎么建，不但材料临时得自己准备，就连建造都得自己动手，这不坑爹吗？老子哪里有钱有零食建这玩意儿？真武大殿该不会也只是个图纸，也得自己搬砖来建吧？虽然这系统图纸不能凭空变出建筑物，但好在可以重复使用。这十里坡既不是灵气汇聚之地，也无灵脉走向，算不上是个修仙的好地方。以前单供许灵威一个人拿灵石硬砸阵法，都快把我练穷了。现在又多了个独孤红，这种败家行为必须得停下，细水长流才是方案。灵威，你看见这上面的标记了吗？我们一起按照这个在周围挖坑，晚上师傅给你做好吃的。好的，师傅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等等，不是，有你这样挖坑的吗？不这样挖，怎么挖？等下埋下阵基，后面泥土还得回填。你这样轰的到处都是，拿什么回填？拿你的小脑袋吗？可是不这么挖，就得挖好久。
又没让你一天就挖完，只是你修炼完有空就挖一挖，回头等你师弟炼化完那个破石头，你就带他一起挖。别心急，回头师傅给你做好吃的。我知道了。这阵点都标好了，法阵的灵石该咋整？对了，我这个重生者徒弟肯定知道哪里有秘宝和大能墓地。等他修炼完问他吧。挖坟虽然不道德，但来钱快啊！修仙界把陵墓都叫做秘境，大宗门都是长老带队进去挖。既然独孤红是重生者，肯定高低知道一些能赚灵石的路子，或者没被掘开的大能秘境。我天道盟的梦想可是做名门正派，道德水准怎么说也得在同一水平线上。师傅，怎么就我挖，你不挖吗？你以为师傅在偷懒吗？难道不是吗？师傅是你自己说的，做完标记后会跟我一起挖的。什么话？为宗门做点贡献就怨声载道的吗？你理解师傅为了你们将来的路熬干心血吗？师傅你不挖就不挖，毕竟师傅安排的我还能不做吗？刚刚也没有生气，只是没想到师傅会骗林薇而已。没想到师傅觉得林薇是这样的人。我只是担心你师弟吸纳古玉出差错，过来看看罢了。毕竟你师弟炼化个古玉都这么久，加上他的资质也远远不如你，很难不让为师担心。不像大徒弟你，能干又聪明，让我放心多了。师傅，无需多言。既然师弟已入了我们宗门，修为又是最低，多多关照本是应做之举。师傅，我回去了。这丫头什么时候觉悟这么高了？不对，是那傻小子醒了。抱歉师尊，我修为资质欠缺，多劳烦师尊费心了。坏了，这背后区区全让他听到了。你知道就好，需再多多上点心才是。还好没生出间隙，接下来我还要这个好徒子重生前记住的秘境宝库呢。师傅，怎么了？不能让大徒子知道他是重生者，那丫头指不定要捣鼓出什么幺蛾子，稳字当头。徒弟啊，你上辈子应该有不少奇遇吧？是有一些。那我们附近可有什么秘境，亦或者天才地宝之类的？原来是问这个，小问题。我们附近的秘境早就被大小宗门清理得干干净净了，真正奇遇还得是到元州之后才能遇见，那边才是天下灵脉汇集之地。那就没有一点能赚灵石的地方？师傅，你缺灵石了？打算建个聚灵阵法，缺点灵石买材料。如果师傅信我，太医门的矿地上能捞到不少灵石。我在那里挖过3年灵石，知晓矿场如何运作，里面只有1位金丹坐镇。师傅有把握，或许有利可图。我绝无替自己报仇的意思。不，记住，我们这回不是为了灵石，而是为了替你报仇，顺便替被太医门迫害的广大群众伸张正义。作为天道盟的弟子，你的眼界不能如此狭窄。他是既要钱又要脸，还是单纯想找个正大光明的理由？不过听这话，应该没有怀疑我。是，师傅。你先说说矿场位置在哪里，为师先去探探点。从北溪山脉往北，绕过这一条小溪，再往西，大概就在这附近。成，事不宜迟，师傅先去探探点看看具体情况，
你和师姐好好在家修炼。这是千里传送符，记得2张全用，不需要贪。上面有师傅做的标记，传送位置师傅自会感知到，我会前去找你。遇见问题别听你师姐的，带上她跑就完了。实力颇渺无人烟，来人肯定是找麻烦的。太医门那个老登心魔缠身，谁知道他现在能有多变态？留有后手才是道理，免得我回来只看见2具尸体吊在破庙门口。这枚护符能抵挡金丹期修士轰击，情况不对立即使用后传送。剩下的也不多说，你师姐年纪不大，你最好能好好照顾她。另外切记，无论如何别丢下你师姐便可。弟子谨记。我们见面不过几天，师父就能如此信任我，把抵挡金丹的护符交给我，也不怕我独自跑走。对于我来说，修行无非修个念头通达，有这份信任便足够了。这一练感觉完全不同，体内的天魔道体被完整激发了，这是我上一世做不到的。这本功法简直完美契合，师父给的果然是好东西。师傅呢？去哪儿了？师父去太医门的矿场探查情况，估计要2天才能回来。师弟，你还未筑基，不能辟谷，想必你饿了吧？有点儿。那你来把这只野雁煮了吧。灵薇年纪尚小，你得多多照顾。师弟，你煮的是什么玩意儿？你想谋害师姐吗？这简直就是死咽起草水！今天这野雁是你煮成这样的，你自己吃完，我一口都不吃。师姐说要建个小屋把男女隔开，我举双手赞成。这破洞后边蚊子太多。师姐的资质哪怕在圆州谷也能称得上天才。初次见面时神通还未掌握，这才多久，已经运用随心了。虽然穷了点，但这个只有3个人的天道盟，终于有点像个宗门的样子了。师弟，你醒了。师姐这么强，我可得抱紧这个大腿，笑，要笑，呵呵呵。我这个师弟怎么傻了吧唧的？师傅啊，下回收徒的时候能否做一个简单的智商检测？呵呵呵。师弟，你这是饿了？不饿。在凡俗时，我也是被称为才女的，实在是没接触过低智商人群。也不知道该怎么和智商不够的师弟正确相处。而且他修炼了这么多天，居然还在炼气4境徘徊，天资一般，修炼也不勤奋。既然师父不在，作为师姐，我得好好督促他。师弟，体内伤势如何？恢复完了吗？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那好，既然师父不在，今天师姐便好好督促你修炼。你用灵力仔细操控，将这树木弄成木板，这对于你提升灵力把控性有极大的提升。苦力就苦力呗，还拿什么操控性当借口？师父嘱咐过，好好照顾师姐。是，师姐。师弟修的功法需要妖兽血，他才炼气期，没办法集齐。他替我建房子，我便替他弄点血石，也算公平交易。
不过师傅你可快点回来吧，师弟煮的饭是真不能吃，他连死咽的洗澡水都喝得津津有味儿。外围布置了迷魂阵，筑基以下极难离开。独孤红说的对，这些矿工都是穷乡僻壤找来的资质极差的人，用药玉强行提升到炼气2、3层，就扔到这里挖矿致死。瞧这贱骨头，还挺卖力。那里应该就是金丹修士坐镇的地方。2男1女穿着太阴门服饰，肉眼看不出修为，应该是筑基期灵气内敛。此处必然有联系宗门的手段，强攻不明智，要么速胜，要么引诱。有人踏入神识范围了，而且没有丝毫修为的反馈，是个凡人。怎么会又回来了？李清然，肯定是从矿场逃跑的人。大概率和独孤红一样被骗来的，带他走，指不定能套出情报。大仙，上仙，我真的只是迷路了。要不是这丫头吐口水、撒泼打滚、装疯子，我也不想帮她。别哭了，我不是太医门的。大仙，什么太医门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真的是迷路的人。看你瘦得跟麻杆一样，多久没吃饭了？反正逃不掉，死之前也得做个饱死鬼。阿爸竟然不争气，吃这么急，别噎着了。太久没吃饭，不能一次性吃太多。仙人都这么小气，一张大饼还舍不得。你来这里到底是做什么？你是逃离矿场的人吗？我真是迷路的。你不愿说，我也不多问。你往这直走，那边有个最近的小镇，这里危险，往后别往这里靠近。怎么了？大仙，你是哪一家宗门的？元州万法仙门。这名字一听就是非常强大的名门正派啊，比太医门强多了。听说跟名门正派打交道，得先学会卖惨。阿爹说这样丢脸，但丢脸总比丢命强。大仙，你可治治太医门他们怎么了？今年屯里遭了灾，太医门的人骗阿爹去修仙，阿爹笨，为了给我留口吃的，就跟他们走了。那群仙人走后没多久，太
他们留下的食物全都成了黄土。隔壁阿婶和牛子吃了这仙人给的白馒头，没过多久就被这黄土给撑死了，屯里死了好多人。阿爹被骗了，阿哥也被骗了，他们根本修不了仙。那群太医门的根本不是什么好人，他们也会死。我就只剩阿爹了，阿爹可以不要我，但我不能不救阿爹。我要把这个给阿爹看，阿爹才会信我。这黄土上残留着还未散去的灵力，太医门这帮畜生，居然连换命的粮食都不给朕活。山路崎岖，还有断崖和野兽，一个凡人小丫头，到底是经历了怎样的跋涉才走到这里？又在迷阵里困了多久？救你阿爹的事情，现在急不得，我得先回去做好计划。你现在愿意跟我走吗？我能在这里等你吗？你不傻，你该明白你留下未必是对你阿爹好。那如果你不想救我阿爹了，你能把我重新带到这里吗？我走这条路不像大仙一样。我答应你，抓稳了。先在这缓一缓，我们过会再赶路。大仙，太医门在你们的世界真的是名门正派？在附近的宗门名声来说是这样的，他们也会接下官府的委托降妖除魔，而且他们做坏事也将消息隐蔽得很好，起码之前我也是没听说过的。也是，如果大家都知道，阿爹也不会被骗了。那大仙，你的宗门呢，也会做这种事吗？要做这种事，就不会心软把你带走了。虽然大仙这么说，但我心里怎么总感觉有点不安呢？仙人对于我来说，终究是另一个世界的人。我宗门别的不说，做事光明正大必然是真，也不会做一些天怒人怨的事情。修仙界都称我们宗门叫做正道领袖。反正吹牛不犯法，忽悠个不懂行的小丫头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那大仙，你的徒弟那也肯定都是一些大好人吧？我的大弟子是一位修仙天才，而且对人和善，关心同门，还十分的尊师重道。我的二弟子更别说了，历经红尘还能保持本心，更是重情重义，一诺千金的好徒弟。而且他们修的都是正大光明的仙道，修的都是正道心法，从不走旁门左道，只能用正大光明来形容我们宗门了。哇，大仙在这世上有你们这样的宗门，真是我们这些凡人的幸运。我们到了吗？大仙，你这是打算降妖除魔？啊？什么降妖除魔？我们到了。你们两个小兔崽子在做什么？
咋回来了？这就是大仙口中重情重义的好徒弟，明明是个变态杀人狂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都是师弟修炼造成的，连甩锅都这么熟练，全员恶人。自己苦哈哈挖坑，师姐躺着嫌麻烦，非要攒够骨头一块儿买。是我沉迷功法，才造就了这一切。抱歉，师傅，最近修炼有些上头了，我这就先处理。这小丫头又瘦又小，这看起来怎么还不如二师弟？师傅，你这是新收的弟子？不是，是太爷门干的好事。先进庙里再说。我站门口就行。放心，我们真的是名门正派，不是什么邪修。只是刚刚我二徒弟修炼的功法，筑基之前得夯实基础，用的都是野兽血石。确实没有人能。没有我想象中的地狱景象，普普通通的干净地板，没有头颅堆积，也没有血腥场面。师傅，那边情况如何？情况还行，只不过太医门做的有些过分了。怎么说？这类吃人不吐骨头的事儿，我从小就听说过不少，甚至我原本的家里估计也干过。作为庶女，在家里地位也就比奴婢好点儿。这种事我向来无能为力，不然父亲也不会让我去嫁一个二傻子。我们都会尽力帮助你的，你放宽心吧。谢谢姐姐。这种事女生更能共情，就让她来安抚吧。这些骨头比看起来巨重多了。如果打算在矿场救人的话，难度大吗？如果师傅是化神修为，一点不难。
元婴的话，速战速决也是可以。为师现在只能动用无暇金丹水平的实力。只要计划得当详细，应该也不算特别的难。太医门内有一位元婴期的太上长老，哪怕他不在，你也必须按最坏的情况做布置。哪怕救不了人，也要保证我们这些人能从容撤退。是，师傅。师傅，现在这些东西也清理完了，我刚才修炼到关键了，我回去边修炼边想咱们的撤退路线。行，快去吧，咱宗门修炼才是最要紧的事情。系统提示他现在是炼气8层，郭沫还得2天才能突破到筑基。只要他筑基，我的修为就能同步涨到金丹后期，宗门实力绝对是质的飞跃。至于这两个吃货们，许灵薇就算临时抱佛脚，也不可能有大提升。至于李清然，连收徒条件都不满足，估计资质也是够呛，多喝点鸡汤补补更实在。接下来可怎么快速提升我的境界呢？对了，我大徒弟不是有强运指标吗？大徒弟可是有强运次要的，但我完全没觉得他哪里运气好，也没见他捡到宝物，出去猎个野雁都弄得像被野雁打了一样。莫非是我的坏运气跟他中和了？灵薇啊，你觉得你运气怎么样？还行吧。说起运气的话，没有什么比这玩意儿更加直观了。玩会儿，比大小。我不太会，输了应该没有惩罚吧？输了画一道。我对这种活动最感兴趣了，不过得先确保师傅没有作弊。我现在可没用灵力，全凭自然概率。师傅，你是不是用灵力作弊了？没作弊。这不科学啊！有强运词语的许凌云玩刀的居然输给了我！那就李清然来帮我摇吧。我不会玩，就随便摇摇就行。我哪里还敢继续让师傅摇？只要师傅不作弊，就凭我的运气，不得把师傅整张脸都画成黑糖。打小在院里玩这种游戏，我就没输过，赢的那些嫡出子弟见我都绕道走。整整10分钟，我居然一把没赢。哪怕我使劲摇出3个6，他随便晃一下也能跟到3个6，甚至中途换了时空也没有任何变化。这是我头一次输得如此狼狈。
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李清然的词条里根本没有运气加成啊！莫非许灵薇的强条是假的？还是我的运气已经碾压了他？不对，刚来这个世界时，我可是喝口凉水都塞牙的倒霉程度。这丫头的强运词调，应该是在别的情况才会触发吧？师傅，我回自己屋里睡觉了。大仙，你是不是真作弊了？没有，今天你就睡这一张床。独孤红最近得加练，就让他先别睡了，或者继续去后殿那个漏风的破洞后边对付一宿。师傅这个老六